公元813年，长安城里正在举行1年1度的进士考试，来自全国各地最顶尖的读书人齐聚在考场里，紧张地书写着自己的命运。这是大唐帝国最核心的人才筛选机制，是无数人改变命运的唯一通道。而在距离考场不远的一间破旧客栈里，有一个年轻人独自坐着。他没有进考场，不是因为他迟到了，不是因为他没有准备好，不是因为他买不起入场的笔墨纸砚，是因为他没有资格，他被禁考了。这个年轻人23岁，瘦得像一根竹竿，皮肤白得近乎病态，眉毛又浓又长，2条眉峰几乎连在一起，看起来像是永远在皱眉。他的手指细长的不像话，骨节突出，指甲下面隐隐发青。他叫李贺。那一年，整个长安的文学圈都知道这个名字。他7岁能写诗，15岁名动京城，文坛泰斗韩愈亲自登门拜访过他。读完他的诗以后，目瞪口呆，当场断言此人是100年一遇的天才。但就是这样一个天才，此刻坐在客栈里，听着远处考场传来的隐隐人声，什么都做不了，因为有人举报了他。举报的内容是，他的父亲名叫李进素，进这个字和进士的进同音，按照大唐的避讳制度，儿子不能触犯父亲名字的谐音，所以李贺不能考进士。你没有看错，一个字一个读音。一条在今天看来荒谬到极点的规则，判了一个天才的死刑，不是肉体上的死刑，是精神上的，是把一个人生命中最重要的可能性在他面前彻底关死，是告诉他，你的才华我们承认，你的水平我们认可，但你不能上场，你连上场的资格都没有，原因跟你的能力无关，跟你的努力无关，跟你写的诗好不好无关，只跟你爹叫什么有关。这是李贺的故事，一个关于才华被白白浪费的故事，一个关于天才被荒谬的规则活活碾碎的故事，一个关于一个人把全部生命都燃烧在诗歌里，27岁就烧成灰烬的故事。而这个故事最残忍的地方在于，它根本不只是唐朝的故事。你身边就有李贺，那个学历不够被卡在简历关的人，那个没有本地户口上不了好学校的孩子，那个能力远超同事，但因为不会汇报而永远升不上去的人，那个拿着一手好牌却发现牌桌根本不让他坐的人。多少人不是没有才华，而是连上场的资格都没有？这个问题从唐朝问到今天，1200年了，依然没有答案。要讲李贺，就必须先讲他的血统，因为他这一辈子所有的痛苦几乎都跟这个血统有关。李贺姓李，大唐的国姓，他不是碰巧姓李的普通百姓，他是货真价实的李唐皇室后裔。他的远祖可以追溯到唐高祖李渊的叔父李亮，也就是说，他跟皇帝是正儿八经的同宗同脉。但这个血统到了他这一代，已经稀释到几乎等于0了。你可以想象一下，你的太爷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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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是皇族，但经过了200年的繁衍分化，到你这一代，你跟皇帝的关系比你跟你邻居的关系还远。你手里没有任何实际的政治资源，没有封地，没有爵位，没有俸禄，你只剩下一个姓。这个姓像一个昂贵的品牌标签，被缝在了一件破衣服上，标签还在，衣服已经烂了。李贺的父亲李进素做过一个很小很小的官，大约相当于边远地区的一个科级干部，收入微薄，仕途无望，常年在外地任职，顾不上家。后来干脆辞了官回了家，没过几年就病死了。李贺的家境是什么样的呢？用他自己诗里的描写，
家里的墙壁是开裂的，吃饭有时候都成问题。他的姐姐很早就出嫁了，家里就剩他、他弟弟和他母亲3个人挤在一间老宅里，靠着一点点微薄的田产过活，这就是所谓的皇族后裔。这种落差感可能比一开始就穷更让人难受。如果你家从来就是普通家庭，你从小就知道自己没有什么背景，你反而能坦然接受，因为你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但如果你家曾经辉煌过，你的姓氏里带着荣耀的余温，你从小在各种场合被人提醒你的祖上曾经多么显赫，然后你一低头看到的是自己破旧的衣服和空荡荡的米缸，那种感觉不是贫穷，是坠落。用今天的话来说，李贺从小活在一种极度拧巴的心理状态里，他的自我认同是分裂的。一方面他知道自己是皇族后裔，骨子里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骄傲，另一方面他每天面对的现实都在告诉他，你什么都不是，你的血统一文不值，你跟那些普通人家的孩子没有任何区别，不，你甚至不如他们，因为他们可以安安心心地做一个普通人，而你不行。你的姓氏是一种诅咒，它让你永远觉得自己应该过上更好的生活，但永远过不上。这种精神内耗从他记事起就开始了。父亲不在身边，母亲一个人撑着这个家，经济上的困窘是一方面，更深层的问题是一个家庭在失去男性支柱之后的那种结构性坍塌。在唐朝那个社会里，没有父亲的孩子是被同龄人瞧不起的，没有功名的家庭是被邻里看不起的。一个没落贵族家庭里的长子承受的压力比普通家庭的孩子大得多，因为所有人都在等着看你的表现。你祖上那么厉害，你行不行？你家虽然落魄了，但你是不是能凭自己的本事翻盘？这就是李贺的原生家庭给他的底色，不是温暖，不是安全感，而是一种持续的弥漫性的焦虑，一种我必须证明自己的焦虑，一种如果我不能出人头地就对不起这个姓氏的焦虑，一种我不能让母亲失望的焦虑。这种焦虑后来渗透进了他的每一首诗里，变成了那些阴冷的、奇异的、让人浑身发凉又移不开眼的意象。那些鬼火、枯骨、冷月、衰草，不是一个诡异的诗人在刻意猎奇，而是一个被焦虑啃噬了一辈子的年轻人，把自己灵魂里最暗的角落翻了出来。但老天给了李贺一样东西来对冲他所有的不幸，那就是才华，一种在整个唐代诗坛都显得骇人的才华。李贺从小就表现出了超乎常人的语言天赋，据说他7岁就能写出让大人惊叹的诗句。这不是那种家长逼着孩子背唐诗然后到处炫耀的早教成果，而是一种真正的原生的从骨头缝里长出来的才能。元和2年，公元807年，18岁的李贺带着自己的诗作去长安拜访了当时的文坛领袖韩愈。韩愈是什么人？唐宋8大家之首，古文运动的旗手，整个大唐文学界最有话语权的人，相当于今天学术界和文化界的终极大佬。普通年轻人想见他一面都要排很久的队，递很多次名帖，大多数还会被拒绝。但李贺第一次投稿就见到了韩愈，因为韩愈打开那卷诗稿，读了第1首就坐不住了。那首诗叫《雁门太守行》，开头2句后来成了千古名句：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韩愈当时的反应，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被降维打击了。他做了一件在文坛大佬中非常罕见的事，他亲自登门去李贺的住处回访了这个年轻人。一个18岁的无名小辈
让韩愈亲自登门。这在当时的长安城是炸裂级别的新闻。消息传开之后，整个长安文学圈都在讨论李贺，人们开始传抄他的诗，开始在各种文学聚会上谈论他的名字。他几乎是一夜之间从无名小卒变成了现象级的新星。如果这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的话，他应该是一个天才被发现、被认可，然后一路走上人生巅峰的励志故事。但他没有，因为命运给李贺准备了一把更大的刀。元和5年，公元810年，李贺准备参加进士考试。这一年他21岁，名满京城，实力有目共睹。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他考上进士只是走个过场。以他的才华，不要说进士、状元都不是不可能。但就在他准备复考的前夕，一封举报信出现了。有人向主考官揭发说，李贺的父亲名叫李进素，进与进同音。如果李贺去考进士，就是犯了附会。按照唐朝的礼法，他没有资格参加这个考试。举报的人是谁？史书上有不同的说法，但比较主流的观点认为是跟李贺同年参加考试的一些竞争对手。你理解了吗？不是朝廷要害他，不是皇帝看他不顺眼，是他的同行。他的同龄人，那些跟他一起参加考试的读书人联合起来把他举报了。为什么？因为怕，因为他们知道自己考不过他。如果李贺上了考场，以他的实力，进士名额至少要被他拿走一个。而进士名额一共就那么几个，多一个李贺就少一个自己人，这是赤裸裸的利益博弈。穿着礼法的外衣，干的是排除竞争对手的活。用今天的职场语言来说，这叫用制度漏洞来定点清除威胁。你能力比我强，正面我打不过你，那我就找一条你违反的规定把你弄下去。规定本身可能荒谬至极，但只要它白纸黑字写在那里，我就可以拿它来做武器。今天的职场里，这种事少吗？你业绩第一，但有人翻出你3年前的一条考勤记录，说你迟到过，以此为由卡你的晋升，你方案最优。但有人在汇报的时候把你的名字换成了自己的。你能力最强，但你不是那个圈子里的人，所以永远轮不到你1200年了。这套游戏的规则一点都没变。韩愈听说这件事儿以后怒了，他写了一篇文章，直接驳斥那条避讳的逻辑。他的论证非常简洁有力，大意是：如果父亲名字里有一个字跟某个考试同音，儿子就不能参加那个考试。那么按照这个逻辑推下去，父亲如果名字里有一个人字，儿子是不是就不能做人了？这段话在文学史上非常有名，被后人反复引用。韩愈用归谬法把避讳制度的荒谬展露无遗，逻辑严密，态度鲜明，掷地有声。但是没有用，一点用都没有，因为韩愈驳斥的是逻辑，而举报李贺的人利用的是制度。在任何时代，逻辑对制度的挑战都是无力的。你说的再有道理，规定就是规定，白纸黑字就摆在那里，我不需要跟你辩论它合不合理，我只需要指着它说，这上面是这么写的。主考官没有采纳韩愈的意见，李贺被取消了考试资格。你要想象一下那个场景，一个21岁的年轻人，才华横溢，名满天下，万事俱备，只差上场。然后有人走过来对他说，你不能上场，不是因为你不够好，恰恰是因为你太好了，所以有人不想让你上场。而他们找到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这个年轻人要怎么消化这件事？如果你是因为能力不够被淘汰，你至少可以告诉自己，我下次再努力就是了。
如果你是因为发挥失常被淘汰，你至少可以告诉自己运气不好，下次还有机会。但你是因为你爹叫什么名字被淘汰的，这件事你能改吗？你能让你爹改名字吗？你爹已经死了，这是一种完全无解的困局。你没有做错任何事，但你要承受所有的后果。你连反抗的对象都找不到，因为害你的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人，是整个制度，是一张看不见的巨大的网。网上的每一根线都是合法的、合规的，有据可依的，但这张网罩在你身上的时候，你就是动弹不得。这件事彻底改变了李贺。在此之前，他虽然家境贫寒，虽然有焦虑、有压力，但他至少还有希望。他知道自己有才华，他相信科举这条路可以带他走出困境。他只需要考上，一切都会好起来。母亲不用再受苦，家族可以重振，自己的抱负可以实现。进士考试是他生命中唯一的光，现在这束光灭了，不是慢慢暗下去的，是被人一巴掌拍灭的。被禁考之后的李贺得到了一个安慰奖，因为他的名气实在太大，而且韩愈一直在替他说话，朝廷给了他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官职，叫奉礼郎，大约相当于在礼仪部门打杂的基层公务员。主要工作就是安排各种典礼仪式上的先后顺序、站位排列这些琐碎事务。从九品，唐朝官职中几乎是最低的品级。你感受一下这个落差，一个被韩愈赞为天才的诗人，一个名动长安的文学新星，一个大唐皇室的后裔。他的工作是什么呢？是在各种官方活动上摆桌子、排座次、递请柬。这就像今天一个顶尖高校的博士毕业生，发过顶刊论文，拿过国家级奖项，结果因为某个莫名其妙的行政原因，被分配去了一个街道办做临时工。每天的工作是统计社区里谁家的狗打了疫苗，你说他能不崩溃吗？李贺没有崩溃，或者说他崩溃了，但他把崩溃转化成了另一种东西。他开始更疯狂地写诗，在奉礼郎的任上，他白天处理那些让他窒息的公务，晚上回到逼仄的住所，点一盏油灯，写到天亮。他写的比以前更猛烈、更阴暗、更不管不顾。如果说被禁考之前他的诗还有一些对现实的期待，有一些温暖的底色，那么被禁考之后，他的诗彻底坠入了另一个世界。那个世界里全是鬼，冷雨、孤坟、林火、枯骨，废弃的宫殿、锈蚀的兵器，在月光下游荡的亡灵。他写秋天坟场上空的乌鸦，写深夜古战场上泣血的鬼魂，写被遗忘在荒草中的铜人在哭泣。后来的文学评论家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诗鬼，跟诗仙李白、诗圣杜甫并列，他是诗鬼。但你仔细想想，就会发现一个问题：李白被叫诗仙，是因为他的诗飘逸超脱；杜甫被叫诗圣，是因为他的诗忧国忧民。这两个称号都是褒义的。但诗鬼呢？鬼这个字在中国文化里从来都不是一个好词，人们叫他诗鬼，本质上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安放他。他的诗太奇异了，太阴冷了，太不符合主流审美了。在盛唐那种崇尚雄浑壮丽的大气候里，李贺的诗像是一个异类，像是从地底下钻出来的东西，人们欣赏他，但又隐隐害怕他，所以给了他一个带着敬畏但也带着疏离的称号。诗鬼，你才华横溢，我承认，但你不是我们中间的人，你属于另一个世界。这种评价本身就是一种排斥，用今天的话说叫边缘化。人们用一个看起来很酷的标签把你框住，然后心安理得地
把你放在了主流之外。但我不想只讲李贺的才华，才华是他身上最显眼的东西，但不是最核心的东西。最核心的东西是他创作的方式，这个方式比他写出来的任何一首诗都更让人心碎。历史上关于李贺创作习惯的记载，来自他的好友李商隐后来写的一篇小传。李商隐是李贺的铁杆粉丝，年轻时搜集整理过李贺的遗作，对李贺的生平了解得非常深入。根据李商隐的记述，李贺的创作过程是这样的：每天清晨天还没亮，李贺就起来了。他骑上一头瘦驴，背上一个破旧的锦囊，带着一个小书童出门了。他不知道要去哪里，他没有目的地，他就这样骑着驴在城里城外漫无目的地走。走着走着，他的脑子里突然冒出一句话来，也许是看到了一片枯叶，也许是听到了一声鸟鸣，也许是感受到了一阵风的温度变化。他立刻从驴背上掏出笔，把这句话写在一张纸条上，然后塞进锦囊里，然后继续走，继续想，继续等下一句话冒出来。一整天就这样过去了。傍晚的时候，他回到家，把锦囊里一天积攒的纸条全部倒出来。他的母亲帮他把这些零散的纸条一张张捡起来摊开，按照某种只有他们母子之间才能理解的逻辑排列好。然后李贺开始用这些碎片组装一首完整的诗。他经常写到深夜油灯燃尽了就换一盏，换完了再换一盏。他的母亲在旁边帮他磨墨整理纸条，偶尔递一碗水。有一天晚上，李贺又出去骑驴回来了。他把锦囊交给母亲的时候，锦囊鼓鼓囊囊地塞满了纸条。他的母亲把锦囊打开，把纸条一张张倒出来，铺了一桌子。他看着满桌的纸条，沉默了很久，然后他流泪了。他说了一句话，后来被李商隐记了下来，大意是：这孩子是要把心呕出来才肯罢休啊！呕心沥血，这个成语就是从李贺的故事里来的。你以为呕心沥血是一个夸张的修辞手法吗？不是的，他最初是一个母亲对儿子的诊断。他看出来了，他的儿子不是在写诗，他是在拿命换字，每一个字都是从他心尖上弯下来的。他把自己的精气神全部注入了那些文字里，身体就像一个被抽干了水的容器，越来越轻，越来越薄，越来越脆弱。李贺的母亲比任何文学评论家都更早看清了一个真相：他的儿子在自我消耗，而且这种消耗是不可逆的。为什么李贺要用这种近乎自虐的方式写诗？这个问题的答案藏在他被禁考这件事的深层影响里。被禁考对李贺来说，不仅仅是失去了一次考试机会，他摧毁的是他对公平的信念。在被禁考之前，李贺是相信这个世界有规则的，规则也许苛刻，也许不完美，但至少它是明确的。你努力读书，你写出好诗，你通过考试，你就能改变命运。这是一条线性的、可预期的，只要你足够优秀，就能走通的路。被禁考之后，他发现这个信念是假的，规则是存在的，但规则可以被利用。你的优秀不仅不能保护你，反而会成为别人攻击你的理由。真正决定你命运的，不是你有多好，而是你挡了谁的路。这种认知的崩塌是毁灭性的。用今天的心理学术语来说，李贺经历了一次严重的习得性无助。他学到的教训是，无论我怎么努力，结果都不由我控制。我的命运取决于我爹的名字，取决于那些嫉妒我的人会不会去举报我，取决于一条荒谬的规则会不会被执行。
我自己的努力和才华在这套系统面前一文不值。当一个人陷入习得性无助之后，通常会有2种反应，一种是彻底躺平，既然怎么努力都没用，那就不努力了；另一种是疯狂地投入到一件自己唯一能控制的事情上去。既然我控制不了外部世界，那我就控制我唯一能控制的东西。李贺选择了后者，他唯一能控制的东西就是写诗。科举不让我考，官场容不下我，这个世界不给我机会。但你们拿不走我的才华，你们管不了我的笔。我在纸上写什么，我用什么字，我造什么意象，这是你们控制不了的。诗歌成了李贺最后的领地，他在这片领地上建造了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世界。那个世界跟大唐的现实世界完全不同。那个世界里没有科举，没有避讳，没有那些嫉妒他的同龄人，没有那些荒谬的规定。那个世界里只有他和他的文字，他在这个世界里当了帝王。他对文字的掌控力达到了一种近乎偏执的程度，他的每一首诗都像一件精密的手工艺品，每一个字都经过反复推敲和打磨。他不允许任何一个平庸的字出现在他的作品里。如果找不到满意的词，他宁可把整首诗撕掉重来。这种创作方式带来了极其惊艳的效果。他的诗在意象上的密度和奇异程度，在整个唐诗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他写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他写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斗秋雨。他写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天若有情天亦老。这7个字后来被无数人引用了1000多年，至今仍然是汉语文学中最动人的句子之一。但这种创作方式同时也在以惊人的速度消耗他的生命。他把所有的精力，所有的情感，所有的生命能量都倾注进了文字里。白天骑驴搜集灵感，晚上熬夜组装成诗，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不运动，不社交，不休息，他几乎没有任何正常的生活。他的全部生活就是写诗。他的身体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衰败下去。他本来就瘦，后来瘦得更厉害了。他的脸色从苍白变成了蜡黄，他的咳嗽越来越频繁，他的手指越来越僵硬。他的母亲看在眼里，但说不出什么，因为他知道，诗是他儿子活着的唯一理由。如果不让他写诗，他会死得更快。凤里郎做了3年，李贺辞了，不是被开除的，是他自己不干了。这3年里，他受够了，每天处理那些无聊的行政事务，跟那些他瞧不起的官僚打交道，在一个他完全不属于的系统里，假装自己是正常的一员。这种日子比贫穷更让他痛苦，因为贫穷只是物质上的匮乏，而这种错位是精神上的窒息。辞职之后，他投奔了一个叫张彻的朋友，在他的幕府里做了一段时间的幕僚。这段经历也没能持续多久。李贺的性格不适合做幕僚，他太骄傲了，太敏感了，太容易被一句无心的话刺伤。他受不了那种寄人篱下的感觉，即使对方是他的朋友，他越来越像一只刺猬，把所有的刺都竖了起来，不让任何人靠近，但同时又在渴望温暖。这种矛盾的心理状态在他后期的诗里表现得非常明显。他一边写着极度孤傲的句子，表达对世俗的蔑视，一边又写着极度渴望被认可的句子，希望有一个明君能发现自己，重用自己。他蔑视这个世界，但他又渴望这个世界的接纳。他想逃离体制，
但他又离不开体制。这种拧巴在他身上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内耗，他的精力不是被外部消耗掉的，是被自己内部的矛盾撕扯光的。如果你曾经有过这种感觉，你可能会理解李贺。你恨你的工作，但你又离不开这份工资。你瞧不起那些溜须拍马的同事，但你又嫉妒他们升职的速度。你觉得这个世界不公平，但你又没有勇气真正离开这个不公平的系统。你在嘲讽和渴望之间反复横跳，在清高和妥协之间反复拉锯。你不是在跟世界较劲，你是在跟自己较劲。而这种较劲是最累的，比加班累，比应酬累，比所有外部的压力加在一起都累。因为你连一个安静的休息处都没有，外部的敌人你可以躲开，内心的敌人你往哪儿躲？李贺没有地方躲，所以他写诗。写诗是他唯一的出口，是他跟这个世界的唯一接口，是他把内心那些灼烧他的、撕裂他的，让他喘不过气的东西排出去的唯一管道。但管道的流量是有限的，当涌入的痛苦超过了管道能承载的极限，管道就会爆裂。而李贺的身体就是那根即将爆裂的管道。元和11年，公元816年，李贺27岁。这一年，他的身体已经彻底垮了，常年的自我消耗、营养不良，精神压力让他的健康到了崩溃的边缘。他的症状在各种文献中有零散的记载，综合来看，很可能是严重的肺病，也有人推测是某种消耗性的慢性疾病。他回到了老家昌谷，回去的时候，他几乎是被人搀着走的。27岁的年纪看起来像47岁，身体瘦削到只剩一把骨头，脸上没有一丝血色，走几步路就要喘很久。他的母亲接他回家，你想想那个画面，一个母亲看着自己的儿子像一具行走的骷髅一样回到家里。他几年前就预言过的事情应验了，这孩子真的把心呕出来了，不是比喻，是真的。他的心已经被掏空了，他的身体已经被烧干了。李贺在家里躺了没多久就死了，27岁。跟后世的祭词、诺瓦利斯这些西方浪漫主义诗人的寿命惊人的相似，好像上天在制造天才的时候就已经在他们的出场设置里写好了一个倒计时，燃烧越猛烈的火焰，熄灭得越快。关于李贺临终的情形，李商隐的记述里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段落，据说李贺在弥留之际看到了一些异象，但这些异象的真假已经无从考证了。我更在意的是另一个细节，他死的时候手边堆着一摞摞的诗稿，那些诗稿就是他这27年全部的生命痕迹。他没有留下功名，没有留下财产，没有留下官位，他留下的就是这些纸。他母亲后来花了很长时间整理这些诗稿，一张一张地收拢、排列、保存，就像他活着的时候每天晚上做的那样，把儿子从锦囊里倒出来的纸条一张张捡起来。只不过这一次他不需要再把纸条递给任何人了，写纸条的人已经不在了。李贺只活了27年，留下了大约240多首诗。这个数量跟李白、杜甫比起来不算多，但每一首的密度和强度都极高。他的诗像压缩饼干，体积小但能量大。你随便打开一首，都像被人一拳打在心口上。他死后的文学评价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起伏过程。在唐代，他虽然有名，但始终是主流之外的存在。他的风格太奇异，太个人化了，不符合当时诗坛的审美主流。人们承认他有才华，但总觉得他的诗过于阴冷，过于诡气，过于不像正常人写的东西。到了宋代，对他的评价开始两极分化，有人视他为天才，有人批评他
过于雕琢，缺乏大气象。到了明清，他的地位逐渐稳固下来，越来越多的文人开始意识到他的独特价值。他的诗不是不好，是超前了。他用的那些手法，那些意象的跳跃，色彩的碰撞，语言的扭曲，跟后来的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文学有着惊人的相似。他在公元9世纪做的事情，西方文学家要到19世纪才开始做，1000年的代差。但这种跨时代的认可对他来说毫无意义，因为他需要认可的时候，没有人给他；等认可铺天盖地而来的时候，他已经是一堆黄土了。这是很多天才的共同命运。你的价值要等到你死后很久才能被兑现，就像一张支票，金额巨大，但兑现日期写的是100年后。你活着的时候拿着这张支票去银行，人家只会把你当疯子赶出来。现在我想聊一聊这个故事跟我们的关系。李贺的遭遇极端吗？极端，27岁就死了，被一个字断送了前途，一辈子没有得到过公正的对待，这确实是一个极端的故事。但李贺的困境极端吗？一点都不。他的困境是普遍的，普遍到你在今天的任何一个城市、任何一个行业、任何一个办公室里，都能找到他的变体。你有才华，但你没有学历；你有能力，但你没有背景；你有方案，但你没有关系；你有方案，但你没有关系。你所有的长处都是软实力，而这个世界运行的规则看的是硬指标。你的简历在第1轮筛选里就被刷掉了，因为你的本科不是985，你的项目在评审会上被否掉了，因为你的职级不够，没有话语权。你的升职申请被搁置了，因为你上面还有3个人在排队，不管你的业绩是不是他们的3倍。你不是输在了能力上，你是输在了资格上。你不是不够好，你是没有被允许证明你够好。这就是李贺的故事在今天的翻版形式变了，内核没变，避讳制度没有了，但新的避讳无处不在。你的学历是你的会，你的户籍是你的会，你的年龄是你的会，你的性别是你的会。这些东西跟你的能力无关，跟你的努力无关，但他们就是能决定你能不能上场。而最让人绝望的是，你连生气的对象都找不到。你不能骂学历歧视，因为人家会说这是择优录取；你不能骂户籍限制，因为人家会说这是资源分配；你不能骂年龄门槛，因为人家会说这是行业惯例。每一条限制都穿着合理的外衣，每一道门槛都有冠冕堂皇的解释，就像李贺的避讳制度一样，每一步都合规。但结果就是一个天才被活活耗死。那怎么办呢？我不想给你一个廉价的答案。什么相信自己终会被看见，什么金子总会发光。这种话说了等于没说。李贺等到死也没有发光，他发光是在他死后很久很久以后的事了。我想说的是另一件事。李贺在被剥夺了考试资格之后，没有停止写诗。注意，我不是说这是一种成功策略，我不是说他因为坚持写诗，所以最终被历史认可了。不是的，他写诗的时候根本不知道1000年后会有人认可他。他写诗不是为了被认可，他写诗是因为那是他唯一还能做的事，是他在被整个世界拒绝之后唯一还属于自己的东西。他的考试资格被拿走了，他的仕途被堵死了，他的健康被摧毁了，他的未来被取消了。但他的笔还在手里，只要笔还在手里，他就还是他自己。这是李贺这个人最让我感动的地方，不是他的才华，才华是天给的，
是他在被逼到绝境之后，依然紧紧握住了自己仅剩的那一点东西。你的生活里可能也有一个类似的东西，也许是你下班后偷偷写的小说，也许是你周末在阳台上画的画，也许是你在深夜录的一段音乐，也许只是你脑子里某一个一直不肯消失的想法。这个东西可能不能帮你升职，不能帮你加薪，不能帮你在任何主流的评价体系里拿到高分，但它是你的。在这个世界上什么都可以被拿走的情况下，这个东西是拿不走的。你的才华是你的，你对某件事的热爱是你的，你在深夜里独自燃烧的那团火是你的，没有人能禁止你燃烧。李贺用27年的生命证明了这一点。他们可以不让你上场，但他们没办法让你停下来。这可能是1200年前那个骑着兽驴、背着锦囊的少年能给今天的你的最后一点安慰。不多，但也许够了，够你在下一次被拒绝之后，在下一次被否定之后，在下一次觉得世界对你不公平的深夜里，重新拿起你手边的那支笔，然后继续写，不为别人，为你自己。